这个年轻人家里放了200多个人体骨骼标本，他每天都要与这些骨骼打交道。更离谱的是，他还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网红，在网络上大肆宣扬人体骨骼的买卖，许多人都在骂他，甚至还收到了不少去世警告。然而，他却声称这是在为教育和医学领域做贡献。那么，这个人究竟是谁？他这么做是否合法合规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郑。现在我们身处消费升级的时代，网购无疑是很多消费者首选的方式。确实，还有什么东西是网上买不到的呢？大家可以举例子看看。当然，违禁品不算。然而，在 TikTok 上面竟然有一个骨骼推销员，他的网名为 John's Bones， 主页可以说是一目了然了，许许多多的人类头骨排列在他身后的架子上面。而且除了 TikTok 之外，在 Instagram、脸书、Twitter 等平台都存在着各种讨论组。他的出现使得人骨收藏者和销售者紧密地联系了起来。据说除了这100多个头骨之外， Jones 还收藏了100多根脊椎骨、13具完整的骨骼，全部都存放在自己公寓内的陈列室中。想想这场面也太壮观了。彼此互不相识的200多人，恐怕生前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自己死后的骨架会被当成商品陈列于此。其实这位 John's Bones 的本名为乔恩·皮查亚·费里，是一名年仅22岁的学生，在 TikTok 上面坐拥51万的粉丝。他在简介当中是这么描述自己的：位于纽约市的骨骼供应公司。乔恩也承认自己从事的交易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非常恐怖的，但他可以保证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合规的，而且他认为这是给解剖医学领域带来了巨大的福音。一下子把买卖人骨的交易说得那么高大上，但事实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？先不说别的，家里头放那么多的人骨，这未免也太阴森恐怖了吧？尤其是那一面密密麻麻的陈列墙，每一个都曾经是一条生命，这还怎么住得下去呢？不过乔恩并不害怕，因为他从13岁的时候就疯狂迷恋上了骨骼。那一年生日，父亲送给他了一副完整的老鼠骨架。本以为小乔恩会害怕，没想到的是，这反而激发了他对骨骼学的兴趣。长大之后，乔恩开始对医疗骨骼的贸易有所了解，而且他还发现了一个很普遍的问题，那就是人们手中的人骨到头来不知道该如何处理，而那些医学院的学生只能在学校或者博物馆才能够研究人体骨骼，款式也比较单一。假设他们能够拥有各种不一样的骨骼进行参考，岂不是能够学得更好吗？所以乔恩萌生的这样的念头，把许多家庭里面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人骨回收，为他们找到更有意义的归宿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啥家里面会有人类骨骼呢？人们去世后不是火葬就应该被埋了，这些人体骨骼是怎么样的家庭才会拥有的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在2018年的时候，乔恩搬到了纽约。他是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的学生，经常会把自己掌握的骨骼知识融入到设计产品当中。同学们都称他为骨头人。除此之外，乔恩还会去街头推销自己的人骨事业。曾经在时代广场，他连续发了好几个月的传单，把最便宜的肋骨定价为18美元，最贵的头骨定价2000美元。虽然发传单的方式很原始，但他还真就卖掉过几根肋骨。后来乔恩在网络上走红之后，便成立了一个合作团队，不需要再去发传单了，每个月大概也能售出20到80件人骨产品。在乔恩的视频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他热衷于把人骨介绍给年轻的一代人，他不厌其烦地回答粉丝们的各种疑惑，也会热情地展示自己的新发现，包括胎儿和幼儿的头骨。充满好奇的粉丝们就会蠢蠢欲动，尝试着购买视频当中展示出来的人骨。当然，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，人骨的来源，乔恩到底是如何做到收藏这么多的呢？难道真的都是像他所说的去别人那里收来的吗？可这东西根本没那么常见啊。然而，根据乔恩自述，家里收藏的一部分人骨是来自于医疗机构、大学或者博物馆，还有一部分是从收藏家或者老一辈那里收来的。有一次，乔恩甚至飞到了印第安纳州，又开了6个小时车，只为了收集一具骨架。当时他已经被孩子们当成玩具，肋骨已经被玩断了。乔恩特地指出，自己只会走正规途径，对于那些从别的国家偷偷运来的人骨，以及通过盗墓、偷窃等非法途径获得的，自己是碰也不会碰的。他还信誓旦旦地表示，自己进行这些贸易都是以教育为目的，但这样是追寻他是如何查证买家购买人骨的真实目的，这恐怕他自己也回答不上来。当然，以上这些都只是说说而已，甚至可以说是和教育2个字毫不沾边。因为据了解，这些买家通常会把人骨制作成为珠宝、吊灯、玩具或装饰品，然后再进行收藏或者转卖。虽然乔恩明确说过自己只销售医用骨骼，专门为医学培训而做准备的，但随着他的 TikTok 走红，越来越多的网友们都对此提出了质疑。许多医用骨骼本身就来路不明，很多也都是从坟墓里面偷来的，后来强行的被带进了学校和医院。死者生前根本没有同意过现身科学，这样的收买行为是不是有损道德呢？要知道，买卖人骨的合法性在世界范围内各不相同，
这在咱们中国可是违法行为，所以各位切勿模仿。然而这在美国许多州却是合法的，也难怪乔恩一直都是安然无事。不过自从他在网上火了之后，也确实受到了大量的骂名。有些人认为他的所作所为令人作呕，希望他能够早日倒闭。但乔恩始终相信，只要自己能够坚持下去，买卖人骨这一件事情总会被大家所接受的。自己只想好好保管这些人骨，避免他们被随意丢弃。那如果说乔恩公开售卖人骨的行为足够让各位目瞪口呆，那么还有一个网络红人你绝对不能错过，他就是阿诺德·普特拉，一位来自印尼的时装设计师，是个如假包换的富二代。阿诺德最让人争议的就是在2016年时设计的一款售价为5000美元的人骨手提包。然而更让人吃惊的是，这款手提包是由100%的鳄鱼舌头和100%的人类脊骨制成的。而且购买须知上面赫然写着，每个包包都是纯手工制作，数量有限，可能要等待至少14天以上才能拿到手。仔细看这个包，真的是厚脊背发凉。据说手柄处的脊椎骨是来自于一个患有骨质疏松的孩子，这拎的哪里还是个包啊，分明就是拎着一具尸体。难怪这个新闻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。有钱真的能为所欲为吗？对于阿诺德来说，这个答案是肯定的，他真的是为所欲为。对此他并没有回应手柄是否来自于孩子的尸骨。有记者联系了2名专业的儿童整骨医生，并向他们展示了这个充满争议的手提包。果然2位医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，这就是一根真正的人类脊骨。但是否属于儿童，2人的建议并没有达成一致。不管怎么样，可以肯定的是，这就是100%的人类脊椎。这下网友们开始轰炸阿诺德的社交平台和分销商，材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要把人的脊椎变成手柄呢？然而分销商这个时候却坐不住了，解释说这是阿诺德用奢侈品原始部落换来的珍贵宝物。但是阿诺德自己却说，在制作这一系列包包的时候，并没有前往某个部落地区，这还真就是挖了个坑自己跳。麻烦能不能串通好了再一起回应呢？更可笑的是，阿诺德为了打脸自己的分销商，还特别指出自己有所谓的加拿大医疗文件。他说这很有可能是从有执照的公司购买的人骨，这些公司专门接收捐赠给医学的人体标本，偶尔还会把剩余的进行出售。注意，他说的是很有可能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们觉得这有可能的话，那就试了呗。反正好一顿搪塞。自始至终，阿诺德都没有确认手提包上的脊椎骨是否来自于医疗剩余物品，同时他更是拒绝展示什么医疗文件，理由是签署了保密协议，不方便透露。好像回应了一通，但又什么都没有说，好一个糊弄文学啊！然而就在今年，阿诺德又惹上了麻烦。亚马逊州立大学解剖学教授海尔德涉嫌贩卖器官，他将塑化的一只人手和3个胎盘从巴西运往新加坡，而他的买家就是阿诺德。没错，他购买这些的目的又是想将它们变成衣服和配饰。不过事发之后，阿诺德否认自己参与了器官买卖，还声称自己曾经设计过的人骨手提包只是个艺术品。那关于他的黑料真的是太多了，据说他还经常会去古老的部落，用假的奢侈品交换当地的珍贵宝物。所以有很多人怀疑那条脊椎骨就是这么骗来的。反正在我看来，这种披着华丽的外衣却堂而皇之的踩在人骨之上的人，根本就算不上艺术。那就目前而言，在美国人骨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是合法的，但并非所有事情都像刚才说的那么乱套。有一个正规的机构名叫 Scars Unlimited International， 在世界骨科标本这一块属于领先且合法的供应商。他们从捐赠者那边获得头骨，然后卖给真正有特殊需求的医生或者研究人员。然而，人骨交易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是相当活跃的，许多骨骼收藏家、艺术家、经销商的手头上都有大量来源不明的人骨，他们往往会用 Rare Bone 这样的标签来吸引定向消费者，然后进行交易。虽然打着合法的旗号，但这终究是一种小众爱好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禁忌的。其实人死后用于医学研究还是很好理解的，但要是被拿去做成什么玩具、装饰品，还要分个3、6、9等的价值，我个人是有点接受不了的。所以如果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，这种人骨交易真的大可不必，还是尊重一下死者吧。毕竟骨头是人类可以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部分，它可以证明一个人曾经出现过，所以请不要亵渎任何人类骨骼。那么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上述讲的都是国外的真实案例，那在咱们国家，尸体买卖或者人骨买卖肯定是违法的。所以各位如果发现在网络上有在出售奇奇怪怪的东西，一定要记得举报或者投诉哦。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任任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